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古墓里真的会埋着一些邪门的东西吗？去年8月，广西省的上思县出土了一口石棺，县文管所不愿意接收，当地人也都说这是一个邪门的妖物。因为13年前当地就出土过2口同样的石棺，当时惊动了全国考古界，连中央电视台也专门做了3场专题纪录片。但后来呢，石棺中的谜团变得越来越诡异，专家们读不出来任何历史真相，反而是那些邪门的东西被越描越黑。13年前开棺的时候出现的龙须纹、七星阵、活体甲虫，甚至还有一枚和现代手表一模一样的铜戒指。从那以后，上师七星棺就变成了近20年来最重大的考古谜团之一。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先回到2008年，上思县的一个施工现场，断崖上突然滚落了一块巨石，大约有2米多长，1米多高，表面还有人为加工的痕迹。很快，县文管所的所长就带队赶到了现场。所长一眼就认得出来，这是古代的水泥三合土。明代古籍《天工开物》上有记载，三合土是用石灰石、河沙和黄土制作的一种高强度粘土，在制作的过程中还要加入糯米、蛋清、桐油和杨桃藤的藤汁，然后进行调和。调和出来的这种复合材料呢，强度非常高。明朝修南京城墙的时候就使用了大量的三合土，同时三合土也被用来制作棺木。所长心中窃喜，这是发现宝贝了。造这么巨大的三合土棺要消耗不少人力啊，这里面一定是某位大人物。同时所长还发现断崖上还挂着另外一口更大的石棺呢。2口石棺被放了下来，一大一小，埋葬的时候是被并排排列的，正好坐北朝南，3面靠山，1面临水。很显然这是一个精心挑选过的风水宝地。所长推测这应该是一个夫妻合葬的墓穴，先滚下来的那口较小是夫人棺，后取下来的那口较大是丈夫棺。然后所长带队在断崖上清理，发现了一些很简单的墓室结构，并没有发现墓道。看来夫妻2人的安葬方式很诡异，就是在地面上挖一个深坑，再把2口棺材吊着放下去，然后深埋。墓室里没有发现任何陪葬品，但发现了一小块三合土，土疙瘩下面粘着一枚戒指，铜制的，是一只手表的样子，还能看清10点06分的指针，甚至连表带、旋钮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是挖到时空错位物了，所长不敢轻举妄动，将它封存，等待鉴定。几天以后，所长整理出3个线索。第一，棺木应该是明代的，因为三合土墓葬在宋朝出现，明朝大量使用，到了清朝就已经不流行了。第二，墓主人应该不是广西土著，因为上思县到今天都有 90% 以上的壮族，而壮族是绝对不会用三合土封棺的。还记得我们原来聊古滇国的时候说过的2次葬吗？从云贵到广西，再到越南和柬埔寨，甚至一直延伸到了台湾和苏门答腊岛上，这些地方的土著居民都有一个共同的丧葬习俗，那就是在亲人去世以后，先用棺木第一次下葬，等几年以后呢，再举行盛大的仪式，把棺木挖出来，捡拾里面的骨骸，装到金罐当中，再找一个风水宝地，把金罐第2次下葬。这个过程叫做捡金。如果你在当地看到了路边的这种小罐子，千万别瞎指瞎说，这是金罐，里面装着祖先。所以如果用三合土封死棺木，那就不可能进行2次葬了，也就排除了墓主人是广西土著的可能性。另外，三合土封棺这个丧葬形式在江苏、浙江出土了很多，这可能意味着墓主人的老家来自江浙。第3条线索来自走访，当地老人都说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那片山坡下面有坟墓，也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墓碑、坟冢之类的地面标记。上思当地的村落非常固定，有些老宅家族都是从明清时代一直传下来的。如果他们说没见过，那就很可能意味着墓主人当年就根本没有树立这些地面标记。
就像成吉思汗的陵墓一样，下葬以后用千军万马踩平，只需要几年以后，就根本不可能有人再找得到墓穴的准确位置了。所以墓主人极可能是故意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信息，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老人又跟所长说，出土棺木的地方叫做棺黄屯，会不会是关黄屯的意思呢？埋葬皇帝棺椁的屯子。比如上师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渠黄屯，就是传说曾经有一个落魄的皇帝住在那里，经常在河边钓鱼，钓多的鱼就养在小池塘里，慢慢的小池塘那一带就被叫做了渠黄屯。皇帝隐瞒身份来自江浙明朝，把这些关键词一综合，所长好像发现了天大的秘密。难道这里面躺着的是建文帝？建文帝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他被自己的叔叔朱棣篡夺了皇位，从南京逃亡以后就失踪了。传说郑和七下西洋就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几天以后，所长把线索整理好，发布出去，请求全国支援。同时2口棺材也被转运进入室内，准备开棺。但是就在夫人棺进入室内的那一刻，底部突然流出了棕红色的液体。奇怪的是，现场并不臭，所长还采集了这些棺液，送往北京化验。所长在调查，而都市传说也正在发酵。有人说，为什么没有墓碑和坟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座古墓，而是一种封印。想想看，山河土就是现在的水泥，你会把自己的亲人封死在一个水泥疙瘩里面吗？山河土封棺，这确实是一种明朝传统，但是江浙那边绝对不会六面封死，至少会在底面留一个出口，并且山河土也主要用来加固坟冢。比如大太监李莲英的墓穴就在北京六一中学的校园内。1960年代的时候，学校里有几个壮小伙跑去挖李莲英的墓穴，就碰到了坟冢上的山河土，挖坏了好几把工具，也只在山河土上面留下了一个浅浅的凹槽。所以像这样用山河土把棺材封成一个4-5吨重的水泥疙瘩，这是有多大的仇啊！怎么看都不像是里面的人害怕外面的人盗墓，反而是像外面的人害怕里面的人跑出来啊。2个月以后，10几号专家赶到了开棺现场。很快，山河土被电锯锯开，打开盖板，一阵清香扑面而来。原来是一大块樟木盖板，房间里弥漫的是樟木香。再打开樟木盖板，又是一面黑漆色的盖板。就在这个时候了，黑色的盖板里突然窜出了一只甲虫。后来考古报告里也提到，开棺的时候发现了活体蟑螂。接着考古组揭开黑色盖板，里面的古尸已经化成了一滩浆糊，裹在一件衣服当中，衣服上出现了金丝，然后又出现了一把折扇。接下来医疗组又检验了骨骸，这是一个老年的妇女，大概65到70岁，还看得出生前的发髻，典型的中原样式，和广西的盘发不同。考古组又在棺木里找到了4枚铜钱，铜钱上写着4个大字：开元通宝。现场的领导有点懵，开元通宝这不是唐朝的钱币吗？挖了几个月，咱不是在挖明代的古墓吗？这个时候考古组赶紧解释，明朝人在棺木里陪葬唐朝货币，这是一种风俗，叫做压胜钱。最终一直清理到底板，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陪葬品，但是底板上却出现了北斗七星的图案，这又让考古队陷入了更大的谜团。墓主人为什么要躺在北斗七星之上？很显然，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棺。七星棺在道家文化中只有2个用途，一是皇家专用，二是镇压妖邪。首先，道家认为北斗七星是星空的中心，夜晚斗转星移的时候，唯有北极星恒定不动，坐北朝南，就像一个君王一样。所以北斗七星在明朝的时候是皇家专用。比如朱元璋的陵墓主要建筑就是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来排布的。还比如被挖开的万历皇帝陵墓，万历皇帝的姿势也是北斗七星的形状。
所以眼前的七星棺里面躺着的很有可能是大明王朝的皇族。难道真的是建文帝？其次，道家还认为北斗七星恒定不动，这是宇宙间法力最强大的压胜物。比如王莽的时代，天下大乱，王莽就找来一个道士，让他做一个北斗压胜物，然后道士就用五色石和铜做了一个叫做微斗的武器，像北斗七星一样。从微斗铸成的那一天起了，王莽就和他形影不离。在宫中的时候，有专门的武士执掌着微斗，外出的时候，微斗武士也需要在最前面开路。微斗拥有神力，会自动跟随着天空中的北斗旋转，无论是白天黑夜，只需要看一眼微斗就知道现在的时刻。其实这就是电子钟啊，王莽发明的，所以知道为什么说王莽是个穿越者了吧？果然，微斗镇压天下，有一段时间全国的起义纷纷都熄火了。但是那帮新野的绿林军怎么好像越来越凶猛啊？最终，当绿林军攻入王莽的宫殿的时候，王莽还拿着微斗了，不慌不忙，因为他知道微斗还没有真正被使用过。这会儿他只要挥动微斗，就能让面前的叛军全部死亡。叛军也害怕微斗，一时之间竟然纷纷不敢上前。但是当王莽真正挥动微斗以后呢，所有人发现竟然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于是叛军一拥而上，把王莽送上了西天。至于微斗为什么在绿林军身上就不起作用了，那可能是因为绿林军有个头目叫做刘秀，这是位面之子，拥有改变位面和次元的神力。不扯远了，总之眼前的七星棺只有两种解释，要么是大明皇族的象征，要么是被镇压的顶级要挟。真相会往哪个方向继续发展呢？考古组又清理出这样几个线索。有一块方形的手帕从墓主人的衣服当中提取了出来，很精致，绣了好几层。从大小和厚度来看，这并不是用来插东西的手帕，而像是某种精神象征。但是这个象征却又一点也不皇家，是一朵含苞待放的白莲花。这是什么意思？专家们一个比一个头大，根本读不懂眼前的信息啊。但还好那边还躺着一口丈夫棺呢，也许那里面会有答案。不久以后，丈夫棺也被打开了，和夫人棺一样，先是樟木板，再是黑漆盖板。但就在考古组准备揭开黑漆盖板的时候，棺木外面的山河土突然全部裂开了，这下让专家们看到了棺椁的真容，上面竟然密密麻麻长满了龙须，龙须甚至穿透了樟木板，一直延伸到了黑漆棺的内部。在传说中，这些龙须是墓主人的怨灵，他们被棺椁封死以后，又听到了外面的声音，怨恨之中一口老血喷出来，溅到了棺木上，就长成了龙须。接着考古组打开了黑漆盖板，里面的遗体已经只剩下枯骨，连衣服都化了，也没有留下任何陪葬品，一下子线索全断了。但好在遗体保存得非常完整，和下葬的时候是同一个姿势。于是考古组把整个底板和遗体提取出来，送到医院做 X 光透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线索出现了，那就是墓主人下葬的姿势竟然是双手靠拢放在腹部。中国古人从来不用这种姿势下葬，我们都是双手摊平放在身体两侧，而这种姿势使用最多的咯，竟然是基督徒。彻底乱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用皇家七星棺下葬，埋了一个明朝基督徒，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但是也马上有专家联想到，明朝确实有一个疑似基督徒的皇帝，南明永历帝，并且永历帝的皇后王皇后，这是有明确记载的正式受洗的基督徒。所以再联想到他胸前的那块莲花方帕，莲花莲岛，这是澳门啊。王皇后自始都心心念念想着澳门，一下子所有的历史悬案好像全部都贯通了。这背后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这一年，澳门外海一艘快船正在向西航行，船上坐着南明皇帝的使者耶稣会教士波米格。波米格拿着一封写给罗马教皇的求援信，
信中说自己是南明皇后圣亚拉王。现在大明疆土已经被鞑靼人攻陷，但南明朝廷还在云南和广西抵抗。前不久自己受耶稣会教士的感召，已经带着所有的后宫和王子公主们受洗成了基督徒，恳请教皇发十字军东征，匡扶大明，共建天国。虽然这个故事听上去太扯了，但真的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当时王皇后确实已经受洗，也确实派波米格送了这封信。史书上还记载，由于永历帝不愿意解散后宫，所以没有正式受洗。而且当时南明皇帝也确实在澳门看到了葡萄牙人用重型火炮把清军轰得没脾气，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幕。波米格的快船终于在几个月以后抵达了葡萄牙的下一个远东殖民地果阿，但是被大清国收买的葡萄牙商人们也已经到了果阿。商人们说，大清国已经允许耶稣会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并且也已经与澳门达成了友好协定，马照跑，舞照跳，请果阿总督知悉。于是果阿总督就扣留了波米格。其实波米格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他找了个机会从果阿逃跑，但是逃走以后呢，已经不能走海路了，海上全是葡萄牙人。波米格看中了波斯，于是波米格就化妆成商人来到波斯，又在波斯联系上了威尼斯的好友，悄悄潜入了威尼斯人的地盘。但是当时的威尼斯并不欢迎耶稣会，拒绝波米格登陆。终于波米格换上了大明王朝的官服，以中国使者的身份求见威尼斯执政。威尼斯执政和波米格非常聊得来，把他撰写的《中国植物志》《中国地图册》和《中国诊脉秘法》看了又看，一连好几个月和波米格探讨学术，但就是不提出兵的事。就是在这个时候了，很多的中医药的知识就这样被波米格传播到了欧洲。波米格最终选择离开威尼斯，前往罗马求援。但是罗马主教当时正在找耶稣会的麻烦，认为他们这帮耶稣会简直太不像话了，在海外已经被中国文化驯服，背弃了上帝，所以教皇拒绝接见波米格。于是波米格就在罗马城里死熬，整整熬了2年，教皇终于召见了他。但没有想到这场召见竟然是一场辩论，因为这个时候大清国的使者魏匡国也正在教皇这里了。教皇问波米格，中国全境已经被征服，南明不堪一击，请你给我一个帮助南明的理由。波米格彻底失败了，但他没有放弃，他想到了自己的祖国波兰，也许可以去波兰求援。但是魏匡国也早就想到了这一步，他已经提前游说了波兰国王。虽然魏匡国告诉波米格中国全境已经被征服，但是无论永历帝生死，波米格都决定回去复命。于是出发整整8年以后，1658年，波米格到达了暹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没有想到泰国人竟然告诉波米格，云南还在永历帝的控制之下。波米格非常高兴，决定翻越大山返回中国，继续追随永历帝。然而就在波米格徒步穿越大山的时候，不幸病死，终究没能回到中国。历史和考古难道在这里重合了？七星观的背后竟然挖出了这样一段隐秘的历史故事，会不会就是在波米格倒在大山中的时候，王皇后还在等待他以为那个将会从澳门而来的希望呢？中国的历史书上说，后来吴三桂带着清军攻入云南，南明战败，永历帝他们又逃到了缅甸，吴三桂又勾结缅甸王，把永历帝逮捕。这个时候吴三桂本来应该把永历帝他们一家全部押往北京，但是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插曲，说是吴三桂害怕夜长梦多，在昆明街头就用弓弦勒死了永历帝、太子、皇后、太后等等20多号人。从此以后大明王朝彻底终结。然而永历帝当时被杀害以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至今我们看到的都只是永历帝的衣冠冢，他的尸体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民间也有传说，永历帝并没有死，而是被吴三桂秘密地保护了起来。因为吴三桂也不是真心臣服于大清国，几十年后他不也起兵造反了吗？所以有没有可能吴三桂秘密保护永历帝和王皇后的地方，
就在广西上师。最终夫妻二人在上师去世，并且被埋葬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地会有关黄屯、渠黄屯的传说，还解释了为什么埋葬不留任何信息。难道故事就这么圆上了吗？很显然，用眼前的线索还可以提出另外一种可能。这年52岁的徐霞客来到了广西衡州，他住进了应天寺，和方丈住持们彻夜长谈。离开应天寺的时候呢，徐霞客在自己的游记中写下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那就是应天寺的匾额万山第一这4个字是建文帝的手稿。理论上徐霞客是有可能见过建文帝手稿的，所以他判断应该不是随便瞎说。徐霞客认为建文帝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已知的最后一站就是广西衡州的应天寺。于是专家们也根据这条线索推测，那如果建文帝继续外逃，很可能就绕过大城市南岭抵达上师。也说不定上师那些关黄屯、渠黄屯的传说是在说建文帝啊。建文帝也是朝廷缉拿的重点人物，他也必须隐姓埋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棺木没有身份信息。所以到底是建文帝还是永历帝，专家们决定继续找更科学的证据。专家们把出土的衣物拿去做碳14年代鉴定，一般来说寿衣都是下葬的时候新做的，那如果用碳14鉴定出衣服的准确年代，就可以成为认定墓主人的一个重要证据。但结果鉴定出来的年代是距今390年，正负误差35年，也就是1560年左右。这完全乱了，1560年比建文帝晚了100多年，又比永历帝早了100多年。兜兜转转，历史中竟然找不到任何真相，于是传说开始复活。七星棺除了是皇家专属，也可能是镇压妖邪的封印呢。诡异的棺叶、活体的甲虫、棺板上的龙纹，还有那颗时空错位的戒指，似乎好像都在讲述着什么邪门的故事，比如一个被封印的穿越者。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到底是丧尸还是丧尸？你倒是加个字幕，很恐怖的。